別人只偷一張外觀圖就能完成逆襲，印度直接偷了宝变電器整整20餘年的全套家底兒，完整圖紙、整條產線、全套工藝，手把手教出來的200多名核心技術工程師，廠房設備調試密集。為什麼偷得如此徹底，抄得如此乾淨？20年過去，依舊原地撲街，徹底爛尾，連765千伏核心零件都造不出來。都知道，有的人看外觀就能完成逆向仿制，而印度偷光宝变電器全套特高壓技術，為啥還是徹底撲街了？南亞大陸鼎鼎大名的印度曾經把中國特高壓技術防得如同防賊一樣，全國上下高喊口號：印度制造碾壓中國制造，依靠自主電力技術實現大國崛起。整整6年時間，處處設限，層層壁壘，想方設法規避中國電力設備。結果呢，戲劇性名場面上演，持續40多度高溫席捲全境，各大城市輪番上演大規模停電，變電站閒置生鏽，家家戶戶裝不起空調也就算了，連電風扇都淪為了擺設。酷熱之下，電力缺口持續爆炸，萬般无奈，印度拉下自己引以為傲的臉面，向中国特变電工、南京電氣、新東北電氣、太開電氣4家中國電力企業敞開大門，開放招標，相當於含淚寄出一張帶着焦糊氣息的求救信。各位大佬，快來救救我们濒臨崩溃的電網吧！再不通電，恒河水都要快被高溫烤成麻辣燙了。很多家人留言，第一時間聯想到一段塵封往事。當年印度上演教科書級別的技術白嫖大戲，套路寶變電器合資建廠，整條765千伏變壓器生產線落地，200多名本土工程師分批送到保定總部，中方工程師手把手教學。等到時機成熟，一纸政策鎖死外資，中方被迫撤資，廠房全套生產設備、完整圖紙文檔盡數落入印度企業手中。在絕大多數人的工業認知裡，有一個顛覆常識的鐵律：工業設備其實超容易仿制，很多高端軍工、精密設備、新能源裝備根本不需要你全套輸出技術，對手只要偷偷拍一張外觀照片，拆一台樣機，拿到一份基礎圖紙，就能完成逆向拆解、參數還原、複刻產料，甚至還能反向優化、彎道超車。這也是全球工業圈心照不宣的秘密。外觀可以複製，結構可拆解，參數也可逆向。那今天全網最離譜、最詭異、最打臉的終極問題來了：別人只偷一張外觀圖就能完成逆襲，印度直接偷了寶變電器整整20餘年的全套家底兒，完整圖紙、整條產線、全套工藝，手把手教出來的200多名核心技術工程師，廠房設備調試密集。為什麼偷得如此徹底，抄得如此乾淨？20年過去，依舊原地撲街，徹底爛尾，連765千伏核心零件都造不出來。本期視頻咱們徹底扒穿印度抄得走皮囊，抄不走國運的終極死題。我是白放大招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友記。道德經有言：合抱之木，生於壕魏；9層之台，起於壘土。很多人只看見高聳樓台，卻忽略地下層層夯實的地基。高端製造業從來不是紙上幾個參數、幾張工程圖紙就能複刻的遊戲。先釐清一個至關重要的常識，也是很多網友認知盲區：特高壓不等於一台變壓器。很多人被碎片化信息誤導，以為搞定變壓器就拿下特高壓，大錯特錯。特高壓是一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巨型系統工程，它囊括一次主設備、2次保護控制系統、有功無功調度、全網通訊系統、故障穩定控制系統、硬件、軟件、材料、工藝、運維經驗環環相扣。任何一個環節短板，整套電網都會隱患叢生。咱們把時鐘撥回2012年，寶變電器滿懷誠意奔赴印度合資建廠。彼時中方毫無保留，完整搭建765千伏變壓器生產線，系統性培訓200多名印度技術人員，從線圈繞制工藝、絕緣油精密檢測，再到整機加壓調試，全流程公開教學。等到合作破裂，中方無奈退出，整片廠區、全部機床設備、成套設計圖紙盡數被印度本土企業收購。看上去印度已經集齊所有的獲勝條件，甚至是開了工業無敵的外掛。正常國家仿制頂多拆一台樣機，扒一張圖紙。印度是直接抄作業抄到連老師的教案、黑板、粉筆、作業本、解題思路全給搬回了家。可他們最終發現一個無比絕望的真相：
圖紙能打印，零件能照搬，流程能照抄，但真正的高端工業技術根本不在文件裡。真正的核心是全世界都抄不走的墨绘知識，是几十年踩坑踩出来的手感、精度、火候、体系閉環。咱们从最基礎的原材料說起，大家立刻就能看懂差距。一台特高压变压器核心刚需材料包括高排号曲线硅钢片、高压绝缘套管、特种绝缘纸、高精度鍍银触头。制造特高压設備需要的高磁感曲線硅鋼，冶煉階段硅元素含量、容錯空間極小，成本波動0.01%，成品損耗穩定性直接斷崖下跌。經過數十年持續迭代，國內鋼鐵企業能夠穩定量產達標原材料。反觀印度本土冶金工業，精度把控能力嚴重不足，始終無法自主量產合格電工鋼，只能長期高價進口。其次就是被行業稱作变壓器血管的绝缘套管，它長期承受上千千伏高壓冲擊，陶瓷原料配比、环氧树脂固化工艺、熱處理温控曲線，容錯率低到極致。印度本土工厂自研套管多次測試失敗，局部放電指標常年不達標，短期並網運行極易擊穿損毀，最終只能採購西門子 ABB 進口配件，成本直接翻倍。這就是第一個致命的差距。普通制造業拼的是長得像，頂級高端制造業拼的是微觀精度跟材料基因。你可以抄外形、抄尺寸、抄結構，但你抄不走冶金爐裡上千度的温控曲線，抄不走材料分子的排列密度，抄不走幾十年迭代的提純工藝。除原材料之外，工藝細節更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，也是所有仿制玩家的終極噩夢。特高壓变壓器線圈繞着誤差必須牢牢控制0.03毫米之內，比頭髮絲還要細10倍。繞得過緊呢，絕緣層極易高壓擊穿；繞得鬆了呢，電網輸電損耗大幅飆升。這種分寸感，依靠工人10幾年如一日的實操打磨，屬於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手藝。除此之外，真空注油溫度、保壓時長、真空壓強，任何參數出現微小偏差，都會大幅度縮短高壓設備使用壽命。最扎心的來了，這些決定設備生死的核心細節，圖紙上一個字兒都不會寫。圖紙呢，只會告訴你尺寸、規格、安裝位置，但它不會告訴你今天室溫多少度適合開工，濕度多少會影響絕緣，真空度差0.1帕就會報廢，線圈手感鬆緊如何判斷？這就是為什麼別人看一眼外觀就能仿製成功，印度搬空全套技術依舊翻車。低端製造拼圖紙，高端製造拼底蘊。更加致命的是，印度製造業根深蒂固的通病。極致的壓縮成本，偷工減料成風。本土廠商制造變壓器，常常把關鍵位置鍍銀觸頭替換成鋁製品，降低採購低端絕緣輔料，大量刪減出廠高壓耐壓檢測流程。成品外觀跟中國設備幾乎一模一樣，可一旦長時間並網運行，各類故障接踵而至。印度那條短暫試運營的高壓線路，僅僅投產3個月，設備故障直接誘發大範圍停電。根源正是粗製濫造帶來的可靠性崩盤。說到這兒，有人會提出疑問，會不會只是印度獨有的特例？咱們放眼全球，一個高度相似的案例足以佐證這條規律。歐洲動力電池巨頭 Northvolt， 歐洲多年謀求擺脫中國鋰電池產業鏈掌控，砸下數百億歐元扶持本土電池產業。大眾、寶馬拋出巨額長期訂單，高盛、貝萊德等資本爭先恐後入局。研發團隊虹吸大量來自特斯拉、松下資深工程師，要錢有錢，要人有人，拿到成熟電池技術路線，所有人都期待歐洲電池產業實現自主突圍。結局所有人都看見。2025年 ，Northvolt 正式宣告破產，創下瑞典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企業破產記錄。失敗的內核跟印度特高壓困局如出一轍，擁有紙面技術方案，卻沒有配套完整上下游產業鏈。鋰電池正極材料、隔膜、精密生產設備高度依賴亞洲進口，本土成熟產業工人稀缺，量產良率始終無法達標。而電池制造的複雜度遠低於特高壓電網工程，尚且難逃潰敗的命運，足以印證一條鐵律：技術圖紙可以交易，設備可以採購，人才可以挖掘，但完整的產業生態、工業積澱、實操手感，永遠無法一夜復刻。中國能夠建成全球規模最大、穩定性頂尖的特高壓網絡，背後依靠的不是單一的企業，而是寶鋼高端電工鋼、國電南銳電控系統、平高電氣高壓開關，數千家上下游企業長期協同配套，疊加40多條商業化特高壓線路，
幾十萬公里輸電網絡持續運行，在真實工況裡不斷迭代優化，一步一步夯實全鏈條能力。到這兒，大家應該明白，印度最大短板從來不是一張变壓图紙，而是缺少清醒的自知，一心幻想着一步登天。此處我們對比一段極具啟發性的歷史故事，读懂中印两种截然不同的工業化思路，恰好契合《易經》乾卦所言：君子以順德，積小以高大。上世紀80年代，我國籌備第2代重型軍用卡車，遠赴歐洲考察技術。單純比拼硬件性能，奔馳車型各項指標遙遙領先，自動化水平、機械耐用性全面碾壓競品。但國內考察團隊經過嚴謹預判，最終果斷放棄引進奔馳整套方案。核心原因十分現實，奔馳整套工藝標準遠遠高出当時國內工業承載力，整車高強度緊固件、高精度液壓密封件全部採用超高精度歐標。彼時國內配套工廠工藝落後2代，甚至無法量產合格的標準螺絲。在這個基礎上強行引進，就要同步投入巨資升級幾十家上游工廠，資金投入就是無底洞，技術消化周期長達10年以上。最終我們選擇技術指標相對溫和的奧地利斯泰爾方案，這套工藝路線跟國內現有工業基礎高度匹配，僅僅升級少數重點工廠，國內產業鏈就能夠承接落地。短短5年，斯泰爾重卡實現全面國產化，不僅補齊了軍用運輸短板，更是奠定後續國內整個重卡行業根基。等到本土配套體系成熟完善，我們持續迭代高端技術，多年之後倒逼奔馳主動來華合資建廠。這件事完美展現中國式工業化核心智慧，認清自身家底，循序漸進夯實根基，不追逐不切實際的捷徑。可惜這份清醒與自知，恰恰是印度三哥長期缺失的。當下印度工業現狀一目了然，缺少完整的高端裝備製造產業鏈，高端硅鋼、特種絕緣材料、核心高壓開關、電網控制軟件大部分依賴海外採購，本土企業僅能生產簡單低端的結構件。這種工業底子相當於80年代想要直接引進奔馳重卡的我們，硬衝頂級高端裝備，失敗幾乎早已注定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個極易被大眾忽略的頂層難題：特高壓誕生的核心價值是遠距離大容量跨區域電力輸送，但是印度各個邦高度自治，邦與邦之間電網各自為政，地方利益壁壘深厚，跨邦電力協調成本高到難以想象。就算造出合格的特高壓設備，跨區域送電調度落地阻力巨大，天然缺少大規模建設特高壓的現實土壤。中國特高壓從來不是實驗室紙上產物，是数十年持續大規模工程實踐，依靠海量真實運行數據打磨出來的完整體系。印度一心想要跳過基礎材料研发、零部件国產化、工藝積累、系統調試，依靠合資套路挖工程師、盜取圖紙實現彎道超車，本質上是投機思維在作祟。當年靠着商業套路拿到寶變電器765千伏相關技術，勉強實現基礎設備組裝，可上游原材料、下游控制系統持續缺位，高端特高壓規劃持續擱淺。如今全國電力缺口逐年擴大，高溫季常態化斷電，萬般無奈之下，只能再次向中國企業遞出招標邀請函。看到這兒，很多觀眾會產生疑問：既然印度曾經上演過過河拆橋、白嫖技術的殺豬盤劇本，4家中國電力企業還有必要參與印度的項目嗎？這裡我們區分一個關鍵真相：今時早已不同往日。印度想要復刻當年白嫖寶電電器全套技術的劇本，目前已經完全行不通了。印度依舊抱着成就幻想，希望依靠採購訂單作為誘饵，吸引中國企業入駐建廠，借機培育本土產業，等到時機成熟再次排擠外資。但是時代早已改變，只輸出成品設備，嚴格守住核心技術不外流，會成為所有出海中企不可動搖的底線。周易有一句話流傳千古：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變通建立在尊重客觀規律、腳踏實地基礎之上，絕非投機取巧、走捷徑、偷技術。所以家人們，聊到這兒，咱們終於可以回答開頭那個全網無解的問題：為什麼有的人看一眼外觀就能逆向仿製？印度拿走大量資料、設備、生產線，卻依然造不出真正成熟的特高壓。因為這個世界上有2種技術，一種技術寫在紙上，另一種技術刻在時間裡。寫在紙上的是參數、是尺寸、是流程、是公式，它可以複製、可以打印、可以裝進 U 盤，但是刻在時間裡的
是一個國家幾十年工業積累留下的肌肉記憶，是工程師面對異常聲音時的一次判斷，是老師傅看見一眼設備震動就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，是實驗室裡失敗過1000次以上留下的第1001次成功，是無數工廠、無數零件、無數供應鏈在漫長歲月裡形成的默契。孫子兵法講：勝兵先勝而後求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。真正強大的競爭力從來不是你手裡有沒有一張王牌，而是当別人拿走你的王牌以後，你還能不能繼續創造新的王牌。我是不愛放大招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